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消费降级这个词语？是在教你如何花最少的钱生活，买最便宜的衣服，用最基础的护肤品，吃最省钱的外卖，甚至有人连空调都舍不得开，认为自己是在聪明理财。可是你真的以为消费降级就等于变有钱吗？为什么那些天天喊着消费降级的人，银行卡里面依旧没什么存款？省钱啊，不是错，但省钱省到影响你自己的生活质量，甚至你要花更多的钱去填补这些省出来的坑，那就是典型的省小钱亏大钱。买了一堆低质量的东西，3天2头就要换新的，花的钱反而更多。还有一些人省吃俭用存了一大笔钱，却不懂得投资理财，过个几年后发现通货膨胀，钱包也变得越来越薄，省了一辈子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得到，生活质量也没有任何改变。只要我们一谈到省钱，第一反应呢就是选择最便宜的那个选项。正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种消费观念，能省则省，只要功能差不多，便宜的那个选项就是最划算的。特别是当经济环境不稳定，大家的钱包都变得紧凑，那么选择消费降级的人就会越来越多。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买衣服啦。有些人逛夜市、逛拼多多，看见39块的衣服、99块的鞋子，就觉得哇，这么便宜，不买就是亏了。但买回来穿了1、2次就变形、起球，鞋子走几天就开胶，所以1年下来，你可能买了5、6件衣服，花的钱远远超过了一件高质量的衣服。再来就是护肤品，也是很多人在选择消费降级后，选择使用最便宜的护肤品。你在某电商平台或者是朋友圈上看到分享那些非常便宜的护肤品，很多呢都是没有完整的成分表，品牌背景模糊，甚至连产品备案都没有，更别提有着严格的皮肤检测和安全标准。为了压低成本呢，这些产品里面可能含有大量的酒精、香精、防腐剂、刺激性的活性成分。你再用几十块钱的三无产品，看似省钱啊，但是烂脸了，你再去补救，那么医美的钱直接让你破产。护肤品的消费降级呢，不是让你用最便宜的三无产品啊，而是选择性价比高、安全性高的品牌。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另外一种极端，就是那些花钱大手大脚的人，他们完全不看实用性，只要是贵的就认为是最好。买奢侈品包包，买最新款的手机，还有网上必须让你拥有的网红爆款单品，买的时候很爽，但同样也存不下钱。所以说你不需要过度节俭到委屈自己，也不需要跟风买贵的东西证明自己的消费能力，只要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，减少不必要的更换，提高物品的使用率，才是最理性的消费方式。有些人为了消费降级，在不该省钱的地方疯狂抠门，最典型的就是健康投资。有些人觉得健身房办卡太贵了，想省一下那几百块钱，加上长期久坐不运动，然后体检一看，各种毛病开始找上门来了。我始终认为人的身体健康是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回来的。我在这个视频里面提到的所有不该省钱的地方，我认为最不该省钱的就是你的身体健康。我也渐渐的理解到，与其花钱投资在身外之物上，还不如投资在每天进入肚子的一些食物和提升自己的健康上。你是省下了去健身房的钱，可是点外卖的钱花的比谁都多，每天奶茶、炸鸡、烧烤不离手，觉得这样比自己买菜做饭便宜省事。结果长期高油高盐的饮食让身体代谢变慢，体重飙升，血脂超标，免疫力还下降。说白了，你省下来的钱就是在一点一点摧毁你的身体。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日常的穿搭上，很多人舍不得买一双真正舒适的鞋子，总觉得几十块钱的鞋子够穿就行了。结果呢，不是穿久了脚底疼，就是鞋底容易破洞和打滑。尽管你是花了小钱，可是请你算一下这时间成本，是不是在花更多的时间在忍受脚痛和不停的在更换新鞋子当中呢？再来说下省钱最不该省的就是保险。像很多人租车或者是买车，觉得车保险太贵了，能省则省，但真正事故发生的时候却要承担高额修理费，保险公司也根本不赔偿。同样的道理，也有人觉得每月交的医疗保险没必要，毕竟身体还健康，无痛无病的。但是当你哪天需要住院几天，拿到账单的那一刻，就是直接上万的花费。特别你要是在美国生活的人的话，医疗这方面是最贵的，基本上你要是有保险的话，才能减轻一点经济压力。生活的基础设施呢，更是很多人不愿意投资的地方，比如你每天睡觉的床垫啊、枕头之类的，你可能认为床垫没必要买贵了，便宜的床垫会让你每天睡得腰酸背痛，长期下来落下一身毛病，还容易影响睡眠质量。有些东西啊，贵是有贵的道理，不是让你去买最贵的那个选择啊，而是去选择一个适中并且性价比高的物品。也许你抱着侥幸的心理，想着挑选最
最便宜的那个选项就没问题。正因为人人都抱着这种侥幸心理，他们从来不会去考虑这种侥幸心理背后所需要承担的昂贵的结果。省下买保险的钱觉得不会出事，当意外发生时面对天价维修费、医疗账单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花点钱买保险。买最便宜的护肤品觉得无所谓，但是皮肤屏障受损、过敏烂脸后修复的钱可能是省下的钱的10几倍甚至是100倍。现实就是这样，你以为自己在聪明省钱，但最终承担了最昂贵的后果。首先，当你听到消费降级这4个大字，就是认为不去买大牌、不买贵的，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因此变得有钱，反而陷入了一种新的消费焦虑，觉得自己随时随地都在计算钱，不断的自我压抑，甚至开始对花钱这件事情感到有负罪感。比如你会为了省钱，买菜前一定查遍所有超市的打折信息，为了省2块钱的鸡蛋，专门跑去离家更远的超市，或者是网购的时候不断比价和计算哪个折扣划算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最便宜的那个，用起来体验感还没有那么好。在这种自我压抑的过程中，看到真正喜欢的东西不敢买，还在那边算个半天的价钱，看到有新品上线就告诉自己这一定是消费主义陷阱，我才不要被割韭菜呢。想买东西的时候畏手畏脚，觉得自己买任何东西都是错的，这种强迫让自己不花钱的方式，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计较，越来越压抑，到最后你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无趣。之所以会有人陷入消费降级的误区，原因是因为他们一直关注的点放在了我该怎么样去省钱，而不是钱要怎么用才能对自己有最大的价值。大部分人的逻辑呢是我省的越多就会变得越有钱，现实就是一个人的财富自由不是靠每天抠搜的省钱去生活，而是靠合理去分配支出，把钱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让钱产生更大的价值。既然我们聊到了那么多种错误的消费降级方法，那正确的方式又是什么呢？难道省钱就只能靠什么都不买？当然不是啦。在购买之前呢，可以考虑先借来试试看。比如你想买个新款的空气炸锅、吸尘器、吹风机等之类的电器，不确定自己会不会真的用上，你可以先问一下周围的朋友有没有可以让你试用个几天，或者是问一下他们的亲身体验，再去判断自己是不是需要它。这个方法是最现实的，因为一旦你发现我好像根本不需要这个东西，也就能帮你省下一笔冤枉钱。现在有很多二手交易平台呢，不只是衣服，很多像书籍呀、电子产品、家具，完全可以通过二手平台找到更划算的选择，价格便宜一半，但品质几乎无差。像我在美国生活的话，我现在非常喜欢逛二手家具店，就是二手家具有一种非常有味道的感觉，那种味道不是难闻的气味，是时间沉淀下来的味道。现在网上提倡太多的氛围感、高级感的单品，你看到别人有你就想要，但你想过这些东西真的适合你吗？你没时间做饭，就不需要买那么多厨房的小家电。你不是靠穿搭博主来吃饭的工作，真的需要为了拍照买一堆的旅行穿搭吗？很多人花钱不是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，而是想要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，拜拜。